上次我们看到这个恶魔之魂有6把剑，而我们今天又看到这个老头环也有4把剑。既然4加6等于10，那他们两个加一起是不是就是10胜刃了？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国产 Q 的非官方老头环只要60多，编号是624，这个正版还是25年的新品呢，翻的还挺快。打开盒子拿出悉数，这次的包装外面呢没有再插烟圈胶带，看来和那一个恶魔之魂不是同一个厂子的。闻一下也知道恶魔之魂没有味道，这个刚开盒就是特别刺鼻。它的配件量比恶魔之魂少，但总体呢也是非常丰富的。毕竟它浑身的味道这么刺鼻嘛，所以说做旧效果肯定差不了，不然根本对不起这么重的味道。所以说这期视频就速战速决吧，不然的话我是受不了的。因为它浑身所有的非转轴关节都是特别松垮的，所以不修复的话很难摆出来一个正常的发展姿势。然后我们注意看一下我的地台是脏兮兮的，这就是我在地台上摆弄这一个姿势的时候划出来的。对，没错，它不只是味道大，它还掉色。怪不得它外观效果这么唬人，结果它只要60多到手呢。而它的重量方面呢是76克，细节方面我们离近的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头上的做旧效果呢是可以的，不过这个脸的涂装就，反正涂的就只剩下做旧了。背后的头发是浑身唯一没有做旧的地方，头发底下直接就是裸露的关节，没有任何的装甲作为遮挡。如果你感觉脖子歪的话，我们拔下来看一下，它这里面的关节都是这样的，一个指装加一个球形关节，所以说调整的幅度呢是很有限的。把这个装掰正之后就可以了。它的胸甲搭在肩膀上就一半没了，肩甲是靠一个环套在肩膀上的，非常的松，没有限位，会耷拉下来。而这个环和肩甲之间呢还有一个转轴关节，它的头发也是转轴关节可以活动，而背后的这个剑鞘呢是一个球形关节连接的。除了关节松，刚才罚站的时候腰歪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一个软胶绳子呢是缩膜了，做的是太短了。这个绳子是套在腰包底下的，因为绳子太短嘛，所以说腰包就会扯住胸部往右边斜。当然所有的球形关节指装都是特别松的，这个没有冤枉它。然后在大臂平转处呢可以看到分件是装不到底的。然后作为一个这么新的模型，它浑身的关节呢当然也是新规的，是改成了双段的转轴关节。这次设计的上下2个转轴关节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说不存在上下左右装反的情况。然后腰上的这些绳子呢也都是软胶材质的，可以看到做的挺细，上面还有细节还原，竟然还没有飞边，这一点都是好评。然后它的裙摆呢是好几种颜色的界面色，这个还原的效果还能看。胯部这里有下拉关节，不过球形关节是特别松的。大腿上有平转关节，但是呢是完全转不动的。裤子造型细节做的还行，而这个腿部装甲呢，我个人认为是做的效果挺惊艳到我的，就是两边的这个金色发色呢差距有点大。然后靴子呢就是另外一个颜色了。而可动方面呢，低头抬头幅度都不错，转动没问题，胳膊的平台可以达到120度左右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根可以平转，曲轴幅度可以达到180度。手腕可动比较差，胸部向前向后幅度不知道，因为一动它就会脱出。它这个球形关节是向前连接的，两侧的裙摆可以抬起让位，然后侧踢的话幅度就很大了，只不过太松了，所以说会向下耷拉。前踢有45度，后踢30度，大腿根平转转不动，但是肯定是有的。屈膝幅度的话是180度，脚腕的左右接地性比较一般，而且特别黏还掉色。然后脚尖的可动没问题。配件方面呢，这一把大剑做的是真不错，它上面呢是一个透明零件。里面也能看到武器的细节，它这里是没有上胶水的。里面这个飞剑呢，一开始是歪的，我泡热水把它给掰正了。这通透度、细节还有发色是真不错。然后是一把长剑，剑身上面有做旧涂装。比起之前看的恶魔之魂的武器，它的材料是软很多，太长了容易断，还是软胶好。毕竟下一把呢是更长，两个剑身都必须削装扩孔之后再装，不然的话插不到底还会断。长度方面的话和主体对比一下。剑鞘是实心的，不能插上剑。然后上眉屏的话做的很粗糙，倒是有界面色。火把还有透明件的质感呢也都不错。盾牌也是有做旧效果的，然后在背面也没有放过。还有一个连接键不知道是干嘛的，麻烦弹幕解释一下，谢谢。通用地台呢，这次是给到了6边形的大地台，手型老山样，放松手，还有2对武器握持手。修复方面的话，我们把它这个带子从后面撕下来，怕断的话可以先泡一下开水。然后往下面粘一节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被腰包拽住了。然后大臂下端给它扩一下孔，这样的话就没有缝了。然后球形和指装关节松的话，还是老方法嘛，用520大法给它加固。大腿平转不动，就把它这里面的装呢给扩一下孔就行了。肩甲没有限位，而且胸甲会翘起来，这个最好解决了。我们直接把这2个分件粘一起就行了。不过普通胶水是粘不住的，还得用啫喱胶。粘好之后就没有断层感，也不会像缺一块了。而且胸部侧面呢也没有大缝了。就这样修完之后还是能看的。我建议把盾牌换成黑魂的，原装的实在是太小了。最后就是它漆面不干以及刺鼻的味道，我没办法解决了。